华國鋒手握黨政軍三權，卻連北京的兵都調不動。要調動北京衛戍區，必須經過一個人的批准。而他跟華國鋒一直沒什麼交集，不知道能不能信任。眼看四人幫的抓捕行動迫在眉睫，華國鋒只能硬着頭皮找上了唯一能調動部隊的陳錫聯，先後4次談話試探，終於在1976年10月5日晚做出了最後的決定。那麼陳錫聯會如何選擇呢？我們一起來看。1976年9月下旬，解決四人幫的大方向已經定下來了。華國鋒、葉劍英、汪東興、李先念4個人反覆商量，最終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方式進行審問。行動地點定在中南海，由汪東興指揮8341部隊執行。但是光靠8341部隊是不夠的，中南海裡面的事情可以用8341部隊解決。中南海外面有新華社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、人民日報社這些單位隨時盯着，稍有不慎就會走漏消息，打草驚蛇。萬一清華、北大的學生和造反派衝出來鬧事怎麼辦？萬一有人在城裡搞串聯怎麼辦？這些事情8341部隊管不了，必須動用北京衛戍區的部隊。北京衛戍區是一支特殊的部隊，它的職責是保衛首都安全，兵力雄厚，裝備精良，控制着北京城的各個要害地段。但正因為它太重要，所以調動它的程序也最嚴格。毛主席曾經親自定下的鐵律，調動部隊必須經過軍委批准，必須有正式的命令文書，必須走完所有的審批流程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華國鋒要解決的恰恰是中央政治局裡的幾個人，這件事不可能走正常程序，不可能讓軍委開會討論，甚至不可能讓太多人知道。吳德對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進行了暗示，吳忠立刻表示支持，但是要調兵卻不行，部隊調動必須經過上級批准，否則他沒有權利擅自行動。事後輕則撤職查辦，重則以謀反論處。吳德把這個情況匯報給華國鋒，華國鋒也犯了難。他雖然是軍委負責人，但軍委日常工作是陳錫聯主持的。換句話說，要調動北京衛戍區，繞不開陳錫聯，而他和陳錫聯又沒有什麼交集。萬一陳錫聯把消息洩露出去，不僅行動失敗，華國鋒自己都得搭進去。為了摸清陳錫聯的底細，華國鋒先後4次找陳錫聯談話。第一次先用四人幫的問題試探，看陳錫聯的態度；第二次深入探討了解決問題的必要性，看陳錫聯是否認同；第三次給陳錫聯交了底，告知行動的大致方向，看他是否願意配合；第4次直接攤牌具體的支持方式，看陳錫聯是否願意承擔風險。4次談話下來，華國鋒心裡終於有了底。那麼陳錫聯會不會把消息洩露出去？他會支持華國鋒的行動嗎？請點擊頭像進入主頁觀看下集。